阁下和齐云霄是什么关系？有点交易上的关系。交易？齐云霄如今在哪里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那我换一个问题，你们为什么要杀死齐云霄？他杀了我们傅家的人，难道不该死吗？一旁的青年冷笑抢话，老者皱了一下眉头，脸上露出几分不悦之色，但并没有开口说什么。傅家。韩立一听此话，却马上想起了为救辛如音而死在他手上的那些炼气期修士，心里顿时杀机大起。这样，不过这里你们两人在此，万一齐家来了厉害的角色，你们怎么是对手？齐家怎么会因为一个外系子弟和我们傅家作对？难道这里有我们两人还不够吗？这么说，这里就真的只有你们两个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青年脸色一怒，还想说什么，但一旁的老者听出了不对劲，急忙出声打断。但是此时为时已晚，只见韩立猛然挥手一扬，两道乌光向着青年射去，随后单手再在储物袋中一拍，十几道白光从袋中飞出，转眼间化为了10余头傀儡兽和傀儡士兵。这些傀儡一现身，立刻光柱光矢一起狂射了过去。老者见此一幕，心里骇然，不加思索的身形一闪，人就出现在青年的身前，单手接着一扬，一枚铜钱状的法宝脱身而出，瞬间胀大到桌面大小，挡在了二人身前。顿时各色的光芒在铜钱面前发出了连串的爆裂声，将铜钱法器连同老者击得连连后退，让他惊怒不已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青年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这老者心里一哆嗦，急忙扭头望去，可是头颅只来得及扭到一半，就觉得脖子上一凉，就眼前一黑，人事不知了。老者的无头身体刚刚栽倒在地上，后面空气中就凭空出现了韩立的身影，只是他右手的无名指上隐隐有流光闪动，正是那透明的丝线法器。刚才韩立趁着乌龙夺和傀儡浩大攻势，吸引住老者的注意力，自己使用罗烟步，从神风舟上几个呼吸间就跨过了20余丈的距离，到了两人身后，然后用丝线轻易地割掉了他们的头颅。这一切对韩立来说如此轻易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，说来也可笑得很。筑基期修士间的争斗，因为低阶的五行罩根本无法防御顶级法器的攻击，而高阶的护罩施展太费时间，也并没有瞬发的符箓可买，所以战斗时大多数人是只采用防御法器护身，反而很少用全身光罩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实在是鸡肋般的无用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就给了韩立不少可乘之机。当初在边界搏杀的魔道修士，有大半就是这样死的不明不白。现在想想，这种手法倒和黑煞教的血使煞妖杀人手法相似，同样的迅雷不及掩耳，争取一击必杀。只可惜这种手段也只能当敌人在地面上才能使用，否则他在筑基中期几乎是不用惧怕任何人。韩立这样想着，轻轻摇头，心里大感可惜，几步走到无头的尸体前，将两人身上的储物袋搜了出来，用神识略一查看，心里有些失望。虽然有2、3件顶阶法器，但只是普通货色，对韩立来说没什么大用。不过那个铜钱法器看起来倒是很少见的防御法器。韩立这样想着，就冲那恢复了原形的铜器瞬间一招手，此法器马上就从地面上飞到其手中。欣赏了一会儿之后，随手2颗小火球扔出，将2具尸体烧成了灰烬。然后他带着驱魂在附近的上空盘旋了一圈，人就飞天而去。这一次他直奔那辛如音居住的小山飞去，他既希望此女的住处足够隐秘，应该不会同样遭了毒手。2、3个时辰后，韩立飞到了辛如音居住的无名小山，一见到山上雾气依旧，一副完整无损的模样，韩立心里大喜，想了想，不敢贸然降下，而是在半山腰处的高空中停了下来，然后从怀内取出了一枚传音符，轻声说了几句，就将其扔了下去。传音符所化的火光在下方的上空闪了几闪，蓦然消失不见，但同时大雾的雾气升起，转眼间将韩立的身影彻底笼罩淹没在其间。
韩立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四周到处都是参天大树，竟如同蚂蚁一样身处在巨林之中，不禁心里一惊，身形却是一动不动。他知道了，接到传音符的辛如音应该很快就会将自己接进去。果然片刻之后，四周的巨树如幻影般重新化为了浓雾，接着对面的雾气一阵翻滚，露出了一个丈许高的通道出来。韩立毫不犹豫催动神风舟和驱魂走了进去。通道非常长，韩立飞了60-70丈的距离才隐隐看到了出口，精神不禁一振。可就在他离出口6-7丈远的地方，突然一声有些沙哑的女子声音传来：韩前辈，你身后那人是何来历？你不应该带陌生人来此的。姑娘误会了，我身后这人并不是活人，是在下炼制的一具假尸而已。姑娘用神识略微探查就可清楚。韩立说出这番话后，已自觉地停止了前进，而等说话的辛如音辨识了驱魂的僵尸身份。果然片刻之后，辛如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是如音误会了，韩前辈请进吧。辛如音的声音中有些歉意，但韩立沈然一笑，毫不在意地驱动神风舟飞出了通道。韩立刚一飞出，眼前一亮，以前曾来过一次的竹屋群出现在了眼前。在竹屋的身侧则绰绰地站立着2名女子，正是辛如音和其身边的俏丽丫鬟。两人一身素白衣衫，辛如音还一副少妇的打扮，这让韩立怔住了。魏王人心事，给韩前辈见礼了。辛如音见到韩立出现，上前轻施一礼，只是他一脸憔悴病容，让韩立见了暗生狐疑。辛姑娘不必多礼。韩立一肚子的疑问，也只是客气了几句。这时辛如音身后的小丫鬟也上前见了一礼，韩立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。显然辛如音没有想在这里就和韩立长谈的用意，她强笑着将韩立引进了一间较大的竹屋。一进屋子，韩立心里惊呆，只见正对屋门一张木桌上摆放着一个漆黑的灵位，上面竟然书写着夫君齐云霄等几个大字。在灵位前面还有一个香炉，上面燃着几根香烛，徐徐冒着青烟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怎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那齐云霄竟然已故身亡，这太让韩立意外。于是震惊过后的他轻叹了一口气，主动上前从桌子上抽出了一束香烛，点燃后拜了2下，轻轻地插入炉中。辛姑娘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这话说来就长了。韩前辈跟我到另一间屋内，我跟前辈好好讲下吧。辛如音眼圈一红，有些软弱。如今的辛如音哪还是丝毫韩立记忆中精明强干的模样，完全是一个让人怜惜的小女子。韩立见此也只能默然点头。于是韩立在辛如音的带领下来到了隔壁的屋内坐下。小丫鬟手脚麻利地给韩立沏了一壶茶，并且倒上了一杯。韩立轻抿了一口香茶，将茶杯放下。没想到仅仅数月不见，齐道友就身遭不测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对了，还不知辛姑娘和齐道友是何时结为夫妻，在下若知道，一定事先送一份贺礼。听了韩立这话，辛如音露出了苦笑之色，但未等他开口，其身后的俏丽丫鬟倒先替他答了：前辈，我家小姐是在齐公子遇害后自愿过门给齐公子守寡的。这句话让韩立十分愕然，不禁朝辛如音惊讶地望去。小梅说得不错，我的确是自愿给齐公子守寡的。这妾身深受齐公子数次救命大恩，早就无以为报了。若齐公子安然无恙，我迟早也会嫁给他的。现在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。辛如音伸出一只洁白的玉腕，轻挽了一下额前的一缕秀发，镇定如常。听到这里，韩立自然不知说什么好。接着辛如音将齐云霄遇害的经过悠悠地给韩立讲来。原来韩立刚走的一段时间内，齐云霄和辛如音因为韩立的吩咐，还是很小心轻易不肯出门。
但是2个月后，辛如阴因为研究阵法急缺一种非常稀有的材料，就不得不打算去附近的坊市走一趟。结果此事无意中被齐云霄知道了，这位正一心追求辛如阴的痴情种子自然一口将此事揽了过去，就替辛如阴跑了一趟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上次韩立救辛如阴时出手灭掉的这些修士，竟然是元武国最大修仙家族的傅家弟子。一下有这么多嫡系子弟莫名失踪，傅家自然要追查此事。结果在附近游荡了1-2个月的傅家修士，就碰上了一头冒出来的齐云霄。若是齐云霄心机够沉，阅历丰富，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，倒也不是不能应付过这一关，但可惜的是他实在是老实过头。别人只是问了数据相关的言语，他就惊慌了起来，这自然引起了傅家人的怀疑，顿时就要制住他，并将他带回去细查。齐云霄自然不肯束手就擒，结果倚仗身上法器，硬生生从几个傅家炼气期修仙者的手上逃了出来，并马上遁回了住处。这样一来，齐云霄可招惹了杀身之祸。傅家的修士不久就寻迹追寻到了他的住处，结果被齐云霄的大阵一连杀伤了10几位修士之后，傅家惊怒之下，结果动用了一名结丹期的大高手。结果经过半日的强攻，硬生生地砍掉了外面的大阵。可没想到齐云霄见势不妙，又急忙在大阵后布下了一个较厉害的幻阵，竟出其不意地暂时困住了这位结丹修士，而他想趁此机会就逃之夭夭。结果傅家修士当然不会就这么放过他。结果齐云霄虽然倚仗残余的阵法逃出了对方的围杀，但那位掌柜倒是当场战死，他也身负了极厉害的重伤，一逃到辛如阴的住处就咽气了。而傅家还茫然不知，仍然恼怒之极的到处搜查齐云霄，并且还在其住处专门留下了人日夜监视，这就引出了韩立击杀一老一青2位傅家修士的一幕。听完了辛如阴的讲述，韩立心中有些黯然。虽然他还谈不上和齐云霄是什么至交好友，但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人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身亡了，真是世事无常。韩前辈来此是为了那古传送阵之事吧？说完事情经过的辛如阴忽然冷静之极。哦，这个事情不急。这句话让韩立面上露出尴尬之色，毕竟人家名义上的夫君刚死，现在实在不是询问此事的恰当时候。那传送阵我修复的差不多了，再给1个月的时间就可彻底完工。辛如阴似乎看出了韩立的不好意思，却自顾自地慢慢讲道：真的。韩立不由精神一振，脸上露出了一些喜色。是真的，我不但会将传送阵彻底修复，而且还有2样东西送给韩前辈。辛如阴不动声色，并立刻从储物袋中取出了2个玉匣，放到了桌上。